特斯拉昨天暴涨25%，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99%的人都看错了这次上涨的真正原因。你现在刷到的所有解读几乎都在说这是 AI 概念炒作，是华尔街拉高出货，是马斯克又一次讲故事割韭菜，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喊马上要回调，赶紧跑。但我要告诉你，这次不一样。这次不是短期的资金游戏，而是特斯拉这家公司成立20年来最关键的一次质变临界点。看完这个视频，你会搞清楚3个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懂的问题。第一，为什么 Grok 入车、FSD 迭代和 Model 涨价这3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儿，加起来会改变特斯拉未来10年的估值逻辑。第二，特斯拉正在从一家电动车企彻底转型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个转型的进度条到底走到了哪里？第三，你应该如何区分这次上涨里的噪音和真实信号，避免被市场情绪带着跑，错过真正的长期机会？你觉得这次上涨是 AI 落地带来的真实价值重估，还是华尔街又一次拉高出货的套路？可以先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后面也会针对大家争议最多的点再做补充。如果你也不想被那些只会喊主声浪的财经博主带偏，想看到最底层的产业逻辑，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关键数据和供应链细节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找不回来了。我昨天早上打开行情软件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警惕，因为这种单日20%以上的暴涨，在特斯拉的历史上，要么是有颠覆性的产品发布，要么就是纯粹的资金炒作。2020年那次因为电池日带来的暴涨，是前者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期间的几次波动，是后者。但这次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过去72小时里一连串看似零散的消息集中爆发的结果。很多人只看到了股价涨了25%，但没有看到在股价上涨之前的3天里，马斯克连续扔出了5颗炸弹。每一颗单独拿出来，可能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行业新闻，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你就能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蓝图。这个蓝图，马斯克已经画了很多年，但直到现在才终于从纸上落到了地上。先讲第一件事儿，5月20日 ，Grok 车载语音功能正式全量上线。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不就是给车加了个聊天机器人吗？现在哪个新能源车没有语音助手？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只能说你完全低估了这件事儿的重要性。你现在用的所有车载语音，本质上都是一个语音遥控器。你说打开空调，它执行；你说导航到公司，它给你规划路线；你说播放周杰伦的歌，它给你切歌。但他不会思考，不会主动给你建议，更不会理解你说的话背后的情绪和潜台词。他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执行者，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多一点都不会。但 Grok 不一样，我看了很多已经用上 Grok 的车主发的实测视频，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车主说，我今天有点累。如果是普通的车载语音，大概率会给你播放一首轻音乐，或者说那你注意休息。但 Grok 的回答是，我已经帮你把座椅调到了按摩模式，温度调到了24度，导航路线也帮你避开了所有拥堵路段，这样你可以早点回家休息。对了，你今天晚上7点预约的健身课，要不要我帮你取消？你发现区别了吗？普通的车载语音是你指令我执行，而 Grok 是我理解你的需求，我帮你解决问题。它不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真正懂你的伙伴。他知道你累了的时候需要什么，知道你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甚至能预判你可能会遇到的麻烦。这不是简单的软件补丁，这是改变车辆生命周期价值的一次升级。以前你买一辆特斯拉，你买的是一个交通工具，但现在你买一辆特斯拉，你买的是一个会不断进化的 AI 伙伴。而且这个 AI 伙伴会随着你使用的时间越长，对你的了解越深，变得越来越好用。很多人说 Grok 就是马斯克把 XAI 的大模型搬到了车上，没什么技术含量。但问题是，为什么只有特斯拉能做到这件事儿？其他车企也有自己的大模型，也和各种 AI 公司合作，为什么他们做不出这样的车载语音？答案很简单，因为数据。Grok 不是一个凭空训练出来的大模型，它是用特斯拉全球超过600万辆车产生的真实用户数据训练出来的。
这些数据包括你怎么开车，你怎么使用车内的各种功能，你喜欢听什么歌，你经常去什么地方，你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什么话。这些数据是任何其他 AI 公司都拿不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正向循环。Grok 上车之后会产生更多的用户数据，这些数据反过来又会训练 Grok， 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Grok 越聪明，就会有越多的人愿意买特斯拉的车，也就会产生更多的数据。这个循环一旦跑通，就会形成一个无法被打破的壁垒。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非常关键，因为这个数据循环不仅会用在车载语音上，还会用在 FSD 上，用在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上，它是特斯拉整个 AI 帝国的基石。第二件事儿 ，FSD V12.4.3.3 版本正式推送 Smart Summon 功能的性能提升了33%。我知道很多人对 FSD 的看法非常两极分化，有人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突破之一，也有人说它就是一个骗局，根本不可能实现全自动驾驶。但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太极端了。我们先把情绪放一边，看一下原始数据。这次更新的核心是 Smart Summon， 也就是智能召唤功能。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用手机让你的车自己开到你面前，不需要你坐在驾驶座上。很多人觉得这个功能没什么用，不就是少走几步路吗？但我要告诉你 ，Smart Summon 是 Robotaxi 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功能之一。你想想，如果一辆车不能自己开到你面前接你，不能自己停到停车场，那还叫什么 Robotaxi？ 如果每次坐 Robotaxi 都需要你自己走到车旁边，自己开门上车，那它和普通的出租车有什么区别？它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无人化运营。这次 Smart Summon 性能提升33%，看起来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数字，但背后是特斯拉在端到端自动驾驶技术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更新是全量推送，不是只有少数测试用户才能用。这说明特斯拉对自己的技术已经有足够的信心 ，FSD 离大规模商业化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很多人讨论 FSD 的时候，总是在纠结它什么时候能实现 L5级自动驾驶，但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 FSD 什么时候能达到比人类司机更安全的水平，什么时候能让大多数人愿意为它付费，而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越来越近了。根据特斯拉公布的数据，现在 FSD 的事故率已经比人类司机低了很多，而且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它的安全性还会越来越高。一旦 FSD 的安全性得到了市场和监管的认可，它的订阅量就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到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收入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件事儿，美国市场的 Model Y 全系涨价$1000，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网上骂声一片。很多人说特斯拉又开始割韭菜了，说马斯克看到股价涨了就飘了，说马上就会有更多的人转去买其他品牌的电动车。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完全搞反了因果关系。特斯拉不是因为股价涨了才涨价，而是因为需求太旺了才不得不涨价。你反过来想，如果一个产品卖不动，库存堆积如山，它会涨价吗？肯定不会，它只会降价促销，赶紧把库存清掉。只有当需求远远超过供给的时候，企业才会选择涨价。这次涨价不是针对某一个配置，也不是针对某一个地区，而是美国市场全系 Model Y 都涨了$1000。这说明特斯拉的需求韧性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强得多。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在特斯拉涨价之后，没有任何一家其他的车企跟着涨价。反而有很多车企还在继续降价，这就很奇怪了。同样是电动车，为什么只有特斯拉敢逆势涨价？为什么其他车企只能靠低价抢市场？答案只有一个：产品力的差距。现在的电动车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价格战阶段，几乎所有的车企都在亏钱卖车，靠烧钱换市场份额。但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的毛利率是所有车企里最高的，它即使不降价也能卖得很好，它甚至可以涨价，依然有很多人愿意买。这就是定价权，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拥有定价权的企业才是真正的王者。它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不需要跟着别人的节奏走，它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价格和利润。而现在，特斯拉已经重新拿回了它的定价权。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次涨价说明特斯拉已经不需要靠低价来扩大市场份额了。
它现在的目标已经从追求销量变成了追求利润，而利润才是支撑一家公司长期估值的核心。第4件事儿，弗里蒙特工厂最后一批 Models 和 Model X 签名版正式交付。这件事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甚至很多财经媒体都没有报道。但我觉得它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 Grok 入车和 FSD 更新，因为它标志着特斯拉已经正式告别了它的旧时代。Models 和 Model X 是特斯拉的开山之作。10年前，正是这2款车让全世界知道了电动车也可以做得这么快、这么豪华、这么有科技感。它们是特斯拉的象征，也是马斯克梦想的起点。但现在特斯拉把它们停产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停产这么经典的车型，为什么不继续更新换代？答案很简单，马斯克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去干更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 ？Cybertruck、Optimus、人形机器人，还有 Robotaxi， 这些才是特斯拉未来10年的核心业务。Models 和 Model X 虽然经典，但它们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产品了。它们的销量占比已经不到特斯拉总销量的5%，而且还在不断下降。继续在它们身上投入资源，只会分散特斯拉的精力。你想想，有多少公司会主动砍掉自己曾经的旗舰产品，去赌一个还没完全落地的未来？很少。绝大多数公司都会抱着自己的现金流不放，直到被新的竞争对手淘汰。但马斯克不是这样的人，他从来不会留恋过去，他永远都在盯着未来。这次停产 Models 和 Model X 就是马斯克向市场发出的一个最明确的信号。特斯拉已经不是一家电动车公司了，它现在是一家 AI 公司，一家机器人公司。电动车只是它的一个业务板块，而且未来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业务板块。第5件事 ，SpaceX 和 XAI 的协同效应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很多人看特斯拉只看特斯拉本身，但你要知道，马斯克不是只做特斯拉这一家公司，他还有 SpaceX， 还有 XAI。这3家公司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非常强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是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复制的。比如 SpaceX 的星链，未来可以为特斯拉的 Robotaxi 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低延迟网络连接。你想想，如果一辆 Robotaxi 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行驶，它怎么和后台通信？怎么处理突发情况？星链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案。而且星链现在已经覆盖了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它的网络质量和延迟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移动通信网络。再比如 XA 的大模型，不仅可以用在特斯拉的车上，还可以用在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上。Optimus 需要的视觉识别能力、运动控制能力、自然语言理解能力和 FSD 需要的能力本质上是一样的。特斯拉在 FSD 上积累的所有技术和数据都可以直接迁移到 Optimus 上，这会让 Optimus 的研发进度比其他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快得多。还有，特斯拉的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大规模制造能力。未来 Optimus 量产的时候，特斯拉的工厂可以直接转产机器人，不需要再重新建工厂，这会大大降低 Optimus 的制造成本，让它能够以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进入市场。这3家公司加起来形成了一个从太空到地面，从软件到硬件，从 AI 到制造的完整生态。这个生态就像一个不断旋转的飞轮，一旦转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而且这个飞轮现在已经开始转了。刚才我们讲了这5件事儿，看起来好像都是独立的，但如果你把它们串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脉络。马斯克正在下一盘非常大的棋，而我们现在正好处在这盘棋最关键的转折点上。说白了，特斯拉正在进行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它正在从一家传统的电动车制造企业转型为一家 AI 加机器人加能源的平台型企业。这个转型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写在财报里的漂亮话，而是正在真真切切地发生着。以前特斯拉赚钱主要靠卖车，卖一辆车赚一辆车的钱，这是典型的制造业逻辑。制造业的特点是什么？毛利率低，受供应链影响大，增长有天花板，而且制造业的估值从来都不会太高。市场给传统车企的市盈率一般都在10倍左右，就算是特斯拉在大家还把它当成一家电动车企的时候，它的市盈率也很难长期维持在高位。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特斯拉要赚的是软件服务的钱，比如 FSD 的订阅费、Grok 的会员费，还有未来 Robotaxi 的运营收入。
这些收入都是持续性的，而且毛利率非常高。软件服务的毛利率一般都在80%以上，远远超过了制造业的毛利率。一旦这个模式跑通，特斯拉的盈利结构就会彻底改变。它不再是一家赚辛苦钱的制造业公司，而是一家赚轻松钱的科技平台公司。而市场给科技平台公司的估值和给制造业公司的估值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你看看苹果，苹果现在的市盈率大概是30倍左右。为什么苹果的市盈率这么高？因为苹果现在的收入有超过一半来自于服务业务 App Store、Apple Music、iCloud 这些服务都是持续性的高毛利收入。市场给苹果的估值本质上是给它的平台生态和用户粘性的估值，而特斯拉未来完全有可能变成像苹果一样的平台型公司，甚至它的平台生态会比苹果更强大，因为苹果的生态只局限在手机和电脑这些消费电子设备上，而特斯拉的生态会覆盖汽车、机器人、能源、太空等多个领域。如果特斯拉真的完成了这次转型，它的市盈率完全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苹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次上涨不是短期炒作，而是一次估值逻辑的彻底重构。市场现在终于开始意识到，特斯拉不是下一个丰田，而是下一个苹果，甚至是下一个比苹果更伟大的公司。是不是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很多人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总是用过去的眼光看特斯拉，他们觉得特斯拉就是一家卖车的公司，所以他们总是用车企的标准来衡量特斯拉。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特斯拉已经变了，它已经不再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个特斯拉了。我一直说，华尔街负责制造幻觉，供应链负责呈现现实。很多时候，市场的情绪会把股价推得很高，也会把股价砸得很低，但最终股价还是会回归到公司的真实价值。过去一年，特斯拉的股价跌了很多，很多人都在骂马斯克，说他不务正业，说他把精力都放在了 XAI 和 SpaceX 上，不管特斯拉了。但现在回头看，正是那些被大家骂的不务正业的事儿，才是特斯拉未来真正的价值所在。马斯克从来都不是一个只盯着眼前利益的人，他做的所有事儿都是为了10年之后的未来。10年前他说要做电动车，所有人都笑他是疯子。现在电动车已经成为了全球汽车行业的主流。5年前他说要做全自动驾驶，所有人都笑他是骗子。现在 FSD 已经快要大规模商业化了。现在他说要做人形机器人，要做 Robotaxi， 还是有很多人笑他。但我相信10年之后，这些人又会被打脸。当然，我不是说特斯拉的转型就一定会成功，也不是说特斯拉的股价会一直涨。任何转型都有风险，任何投资都有不确定性。特斯拉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比如 FSD 的大规模商业化可能会遇到监管的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政策不一样，有些地方可能会对自动驾驶非常谨慎，这会影响 FSD 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速度。再比如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落地进度可能会比预期慢，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难度比自动驾驶还要大，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复杂。虽然特斯拉在 AI 和制造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 Optimus 什么时候能真正进入家庭、进入工厂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中国的车企现在发展的非常快，他们的产品力也在不断提升。未来特斯拉在电动车市场的份额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我不会像那些只会喊多的财经博主一样，只说好听的，不说不好听的。我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你，让你自己做判断。但我认为这些风险都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 ，AI 和机器人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技术革命，它会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特斯拉现在已经站在了这个趋势的最前沿。很多人喜欢追涨杀跌，看到涨了就喊主升浪，看到跌了就喊崩盘。但真正的长期投资者不会被短期的波动影响，他们会看产业的趋势，看公司的基本面，看护城河有没有加深。而现在特斯拉的护城河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深，它的 AI 技术，它的数据优势，它的制造能力，它的生态协同，这些都是其他公司无法复制的。这些才是特斯拉真正的护城河，也是支撑它未来10年甚至20年增长的核心动力。我第一次看到特斯拉的战略蓝图的时候，也觉得太疯狂了。一个公司同时做电动车、自动驾驶、
人形机器人、能源、太空，这怎么可能做得好？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恰恰是因为他同时做这么多事，才让他拥有了别人无法复制的优势。因为这些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是1+1大于2的。你单独看 SpaceX， 单独看 xAI， 单独看特斯拉，可能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它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这才是最可怕的。这就像你开一家餐馆，以前你只卖菜，赚的是食材和人工的差价，每天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也赚不了多少钱。而且只要旁边开一家新的餐馆，你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但现在你不仅卖菜，还卖会员卡，办了会员卡的顾客每次来吃饭都能打折。你还做外卖，把菜送到顾客家里，你还搞连锁加盟，让别人用你的品牌和配方开餐馆，你的收入来源变多了，而且更稳定了。更重要的是，你的客户粘性也变强了。以前客户可能今天来你家吃，明天去别人家吃，但现在客户办了你的会员卡，就会一直来你家吃。特斯拉现在做的就是同样的事。以前他只卖车，现在他要卖服务、卖会员、卖整个生态。一旦这个生态建立起来，他的用户就会很难离开，而且这个生态会不断的自我强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买特斯拉，不是因为它的车有多好，而是因为它的 FSD， 因为它的 Grok， 因为它的整个生态系统呢？这就是平台型企业的魅力，它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中间肯定会有挫折，会有反复，会有很多人质疑，但只要大的方向是对的，只要马斯克的战略没有错，特斯拉的未来就值得期待。我做科技产业研究这么多年，见过太多的公司起起落落，很多公司曾经很辉煌，但最终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因为他们总是在追逐热点，总是在跟着别人的节奏走。但真正伟大的公司从来都不会追逐热点，他们会创造热点，他们会定义未来，而不是被未来定义。特斯拉就是这样的公司。它定义了电动车，现在它又要定义自动驾驶，定义人形机器人，定义 AI 时代的生活方式。它总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儿，总是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很多人说马斯克是个疯子，是个赌徒，但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梦想家。他的梦想不是赚多少钱，不是成为世界首富，而是改变人类的未来。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这个梦想。当然，我不是让你现在就去满仓特斯拉，投资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儿，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投资周期也不一样。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适合自己的投资决策。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被短期的股价波动影响，不要被市场上的噪音带偏。你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特斯拉正在发生的真正的变化。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这次25%的暴涨只是一个开始。最后，我想问问大家，10年之后，你觉得特斯拉会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一家更大的电动车企，还是一家统治了 AI 和机器人时代的科技巨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了特斯拉未来的股价，也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投资机会。如果你也想持续关注特斯拉的转型进程，想了解更多硬科技、AI 和半导体产业链的底层逻辑，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更多看起来热闹，其实水很深的话题，帮你避开市场噪音，找到真正的长期价值。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今天所有的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涉及到投资决策的问题，一定要自己做判断，或者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